库这一炸，咱们库存的航油恐怕支撑不到1个月了。如果没有后续的燃油供应，那飞行训练只能停了。单飞是放出去了，后面的战术训练泡汤了。校长、政委，我建议向东总求助，或者向苏联老大哥借用。苏联方面就不用说了，远水救不了近渴。东总方面我也早请示过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就连东总首长的坐车都快停了。哎，我记得太平洋战争后期，曾经用酒精替代过航油。酒精替代，结果呢？结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说，没飞过。这个消息很重要，马上给东总和东北局发报，寻找这方面的资料。这些是我刚刚从军区取回来的，关于关东军酒精代替航油的相关文件。这些文件全都是日文原文的，我在里面呢翻译了几个我觉得有用的。这份文件显示，1945年，关东军曾经使用抚顺生产的无水酒精进行过飞行训练。另一份文件显示，关东军航空队在飞行训练中摔死了31个人。于是，关东军司令部下令停止了这项试验。关东军使用酒精摔死过人，不敢使；不用酒精呢，我们的飞行训练没得使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旦停止了飞行训练，那才是最可怕的事。芥川教授，你是技术专家，你的看法呢？好，以前用酒精替代航油确实有过。早年我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时候，也学习过有关的内容。从理论上讲，酒精的燃烧值低，一般的空中飞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，在飞机起飞和特殊情况下，需要加大马力的时候，动力就会严重不足。动力不足，起飞动力不足，应该就是日本空军摔飞机的主要原因。总之，困难肯定有，不然这条路早就被打通了。既然没有油烧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一条是不练了，这绝对不行；二是用酒精代替航油，但安全是第一位。我建议先试验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们一方面抓紧时间做实验，另一方面向上级申请资金，做好生产高纯度酒精的准备。怎么样？有希望吗？从数据上看，基本上可以达到要求。说详细一点。我们经过近100次的试车，发现用95%的酒精，把原来的喷油嘴由1.45厘米增大到2.5厘米，这样就可以使发动机的动力达到起飞的要求。太好了。但是，要满足飞机起飞的动力要求，就必须对飞机进行改造。怎么改造？我建议把飞机原来的油箱分割成为2个，一个装燃油，而另一个装酒精。
当飞机起飞和需要大动力的时候，就用航油；而当飞机正常飞行的时候，就使用酒精。这个实验结果太令人振奋了。季川教授，您这个改装双向油箱的想法，真是个创举啊！你怎么想出来的啊？我的领导同志们，我们日本同志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。有想象力，确实有想象力啊！东安的2个酒精厂，我们通过东北局已经跟他们联系上了。他们说会全力以赴，生产高纯度酒精，确保我们航校的飞行训练使用。这样，我们以后每个月不停地生产酒精。好好好，可是资金呢？资金从哪儿来？薛副校长，资金的问题你不用发愁，东北局领导已经表示会大力支持我们，一次性给咱们航校拨款东北币100万元。领导还说，为了支持咱们建航校，即使这笔款子投进了大海，也会在所不惜。芥川教授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？只要你们领导下命令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分一下工。薛副校长，继续抓好你的飞行训练，这是咱们航校的重中之重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是，校长，你和方副政委，还是一边抓飞行训练，一边协助芥川教授做好飞机的改造工作。我也别闲着，从今天开始起，我就卷起铺盖卷，一头扎进酒精厂，吃在那里，住在那里。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带着整卡车的高纯度酒精，向你们诸位报道。小伙子们，出息了啊！我就不信甩不掉你们！好，漂亮！什么情况？太阳快落山了，敌机还会来吗？二鬼，有敌机！校长，会应变，危险！他们更危险！马上发信号，所有训练飞机部署下降，到布里库域盘旋待命。是，走。
就是有几架新型飞机吗？啊，不欺人太甚！阿布，你让舰船在飞机上装上武器，再遇到敌机就干掉他们。老陆，做出这种决定必须上报东总。再说，这就等于我们参战了。飞机加装武器，你得装弹药吧？飞机起飞重量上升，机动性能下降。别说打仗了，连油咱都耗不起。油重要，命重要。服从命令最重要。校长，我还记得你们当初说的话，军事上我说了算。好啊，我现在就履行职责，不用上报。老陆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你以为放了单飞就可以和国民党的空军正面交锋？你们还差得远，打死也不能被吓死呀！说到死，我们没有一个怕死的。我告诉你，未来空军的主力不是我们这些地面上的人，是你们。现在让你们上天，就等于断送我们的飞行事业，让刚刚建立起来的空军全军覆没。老陆，这不是赌气的事儿。咱们现在飞的是教练机，不是战斗机。空中去和屁股腰作战，那只能去白白送死。对，阿布说的是实话。你说的是实话，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啊？我们怎么办？坐着等死？老陆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卧薪尝胆。我坚信，我们中国的空军一定能在未来的世界上打出自己的威风。校长，咱们新的一批学员马上又要来了。眼下咱们除了航油不足，训练用的飞机也严重不足。咱们没有了飞机的来源，报废一架就少一架，可能不出半年，飞机就完全不够用了，得早想办法。这事儿已经超出了东总和东北局首长的能力范围，应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，请求到苏联购买飞机。校长，东总电报，什么内容？东总正在发动夏季攻势，四平线告急，现在前线急需一批作战地图，想让咱们以空投的方式给他们送一批，地图马上就送到这儿。好，飞行队准备起飞。好，我马上去机场。校长，我请你带队执行这次任务。先去准备，到了机场再说。是。一班，到！机场集合。要做到胆大心细啊！别慌里慌张的。行，放心。听见没有？陆队长，过来一下，赶紧准备，全体集合，全体集合！快！这样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东总首长重点培养的骨干和指挥员，不能冒这个险。那就是说，我的命值钱，他们的命就不是命。这是命令，你就执行吧。这次行动由薛副校长和阿布同志带2名学员参加，学员只管驾驶，他们2个负责管理。具体谁参加，你是队长，你来决定。是。郑克军，到！准备，预备，到！出来！你们2个跟随薛副校长、阿布教官去执行空投地图的任务。
体谅点要求，胆大心细，沉着应战，听到没有？坚决完成任务。准备登进。是。接近目标空域，高度下降至800，注意观察地面信号。明白。徐校长，信号。高度降至500，在火堆上方盘旋，开始信号渐变。明白。信号渐变成功，高度回到800。明白。准备空投，150米高度进入空投点。明白。超低空飞行，准备好了吗？早准备好了，徐校长。去跟地面的同志握握手吧。开始。是。跟上。是。看到火光了。看见了。走。是。漂亮！空投成功，拉升，反航。是。回。是。干得漂亮，小伙子！陈一飞，哎，我很好奇呀，我想知道你现在飞得到底有多漂亮。徐教官，做我的。飞吧，尽情的飞吧，小伙子！校长，政委啊，一路辛苦了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当政委的没说大话吧？你看，这卡车上装的都是酒精，而且纯度啊都在96%以上。后面还有多少啊？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每个月保证供应3000桶，这样一来啊，可以保证我们航校的飞行训练使用。多余的呀，咱们可以卖点钱，也给咱们航校赚点经费嘛。薛副校长，我给你们教学部门啊添点新的器材，也给咱们大伙改善伙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卸车呀！哎，抓紧时间卸车！兄弟们，卸车了！快，校长，来了！政委，哎，快点！有件事情，把这个搬过去。我不得不麻烦你们了。有什么难事说吧。川岛干事临产要生孩子了，这事儿去找薛院长啊。就是，赶紧去卫生院找我们干什么呀？薛院长诊断过了，说是胎位不正，有可能引起难产。如果难产的话，咱们航校医院没有任何的条件处置，而且整个东安都没有任何一家像样的产院。就是薛院长让我来求你们的。他说的对啊，如果难产处置不当，也会出人命的。可是大雪封路，
去牡丹江和哈尔滨，咱们车也过不去啊。李科长，你不必担心，我马上去联系，我们一定会保证川岛香奈安全分娩。咱们能去哪儿呢？出境。去苏联。图里罗格，目前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地方。哎，还是政委有办法吧？就这么定了。你们先去准备吧，好吧？往后倒，往后倒！啊！来，今天找你们来啊，就是给你们下达一个最光荣的任务，啊，来坐吧。董总遵照中央的精神，命令你们航校开始组建一支作战部队。太好了，首长，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我们航校一直都在准备着。这个任务我们保证坚决完成。但是，我还是想给首长强调一下客观。搞作战部队总得有飞机呀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有几架隼式和 P51。但是你们也不能越级给中央写信要飞机啊。有什么困难，可以先和东总和东北局通气嘛。是。什么要求没有满足过你们呢？啊，找中央要，这是给中央出难题嘛？中央就有飞机给你们吗？是。中央给你们的办学方针是短小精干，持久延长，就是要在少而精的装备基础上培养骨干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呀。
我们虚心接受首长的批评，但没有飞机，少燃油也是实情。请首长给想想办法吧。找你们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啊，我现在可以直接的告诉你们，飞机没有，燃油也没有，但是你们不要急，一切都会有的啊！你们回去以后啊，马上组织接收队伍，准备到锦州、沈阳、长春去捡吧。我们要打锦州和沈阳了。锦州已经被我们的大军围得水泄不通，500门大炮全都架到了锦州城外。东总下了死命令，72小时拿下锦州。太好了，王烈，回去以后啊，马上组织一支大的接收队伍。这就对了，我们的武器装备从来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嘛。啊，是。你怎么随便看我东西啊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随便写在纸上？我在编写年度报告，这是草稿。你是飞训科科长，机密文件不能带回家，你不知道吗？提醒的对啊，下次注意。休息吧。谢谢。放心吧，身体啊会恢复健康的。薛院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段时间心里老觉得不踏实。做妈妈了嘛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没关系的，过段时间会好的。嗯。您需要什么？由雁皮树抄制的日本和纸。有。您需要哪种版本的？有江户版制的。没有，只有昭和版制的。就昭和版。好，
那您里边请。您辛苦了。混账！为什么直接和我联系？当初有死命令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麋鹿不能现身。你这样调我出来很危险，知道吗？现在已经是10万火急了。有什么新的指示？上司命令，立即查清共产党作战航空队的布防和部署，以及人员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手。这需要点时间。哎呀，上面催得急，越快越好。下个月我联系你，联系方式还是按照老的方式传给你。没有特殊情况，不准和我直接联系。这你请放心。国民党简直是没用，送出来这么多次消息，一个小小的航校就是搞不下。我很失望。一个一个的来，来排好队，排好队啊！下一个，大家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。像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多少，我们都欢迎，人人都有工作机会啊！一个一个的来，一个一个的来啊！报了名的同志到这儿来领钱啊！每人发2000人的伪币，好，进楼，安顿待命，等车来了，一块到航校工作。那我们工作进出自由吗？当然来去自由了，我们这儿从来不强迫人，而且，在我们航校工作有前途，也更有意义。哎呀，那可真不错啊！那东北币在关内花不了怎么办呢？这一点我们早就考虑到了。如果有家住在关内的同志，我们可以发金元券或者银洋，要不折换成等值的黄金也可以。48年10月15日，我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城。1周之后，新七军军长李洪、长春守卫司令郑洞国先后率部投降，长春解放。我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，于28日拂晓，于辽西全歼廖耀湘兵团，共计10万余众。而杜聿明率东进兵团5个军、12个师，由葫芦岛乘船狼狈撤逃。至此，我东北野战军历时52天，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，东北全境获得解放。52天，47万人，再压子也没这么快的。啊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一会儿，看见你在听广播，就没叫你。听见没有？东北全境解放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不光是东北，还有华北，徐州现在也被包围得像个铁桶似的，过不了几天就会解放的。只要徐州一解放，天津和北平还会远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喝点水吧，来。孩子呢？在家呢，我刚才也来找过你，你不在。我上街去买了点纸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总在家带孩子，我觉得我这个人都要呆废了，我想找点事儿做。是啊，我很理解你。我现在呢，工作也很繁重。你要能帮我的话呢，那太好了。比如，平时帮我收发个东西，还有一些文件呢，你可以拿到家里去，你帮我翻译嘛。行。来，同志们，喝点水。目前统计下来的数字是，美制 P51战斗机45架，轰炸机6架。同志们，了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机场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燃料库，空气教官估算了一下，燃油至少3000吨。
对了，浑河不但有6架轰炸机，还有大量的炸弹，这简直就是国民党白白送给咱们一支轰炸机大队呀！没错。哎，听我说啊，根据计划，咱们航校要前往长春，咱航校的规模还要再扩大，海浪、千镇、宜东、安东、东安五道港，还有汤涌机场将成为咱们的下属基地。咱这航校得多大个儿啊！那咱们这些物资怎么运回去啊？咱马上去联系啊！大力，你到火车站联系车迷，好好跟人家说，争取多要点啊！是，你们2个上街去啊，找那些卡车，凡是没人接收的，通通归我们。明白？好。哎，我去卫戍司令部，请首长提供帮忙啊！同志们，如果这些物资能顺顺当当的运回去，再加上从锦州和长春收的那些飞机，那咱的飞机可就超过100多架了啊！有了这个家底儿，那咱这空军就算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见人了，走，走。校长，这是您要的航校全体日籍人员的岗位编制表。这份表格要重新做一下，你去征求一下芥川和阿部同志的意见，把所有的日籍教员根据他们的技术类型和技术能力平均分配，成立3个组，做好了马上报上来。3个组是要把日籍人员分配到作战部队？不，只是为了便于教学，所有的日本教官都不离开航校。那您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我们正在做整体的防空计划，做好了以后马上报上来。我会尽快的，争取1天之内完成。哎，爸爸啊，爸爸！哎，宝宝，不哭不哭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咚咚锵。哎呀，小家伙啊，你越长越壮实啊！哎，手不哭了，不哭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！将来站长去当飞行员好不好？不当啊！哎呦，饿了，你们来来转圈吧。哎，好，大家出去吃点东西。对，孩子该吃饭了啊！你们聊，我去喂孩子。这是日籍人员的岗位编制表。校长让我按照能力和工种，把他们分成3个队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把日籍人员编到作战部队去。您看看吧。袁天啊，航校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做。不该知道的，不要去打听。至于日籍人员的安排，你应该去问你的父亲，他比我更有发言权。我问过了，他认为不大可能会把日籍人员编到作战部队去。据我了解啊，我们日籍全部人员都会留在航校。按照新成立的航校序列，应该是第7航校。第7航校。那我就照这个安排重新编制。八路军呐，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，终于有了自己的第1支空军部队了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也不知道作战部队未来的驻防机场会在哪儿。袁天啊，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是日本人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，不该我们知道的，不要去知道。可中方机械人员肯定有一部分都要调到作战部队去。校长让我编制这个配置表，如果我不知道谁走的话，我是担心你人员分配上会不合理。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，
校长只是征求了一下我的意见，但是据我对东北各机场的了解，我认为前镇、汤原、海浪、伊东，还有齐齐哈尔，还有现在的公主岭，都应该成为将来空军的主要基地。那关内会有什么计划吗？南园，因为这里本身就是国民党轰炸机的主要基地。对。那么，北平和平解放以后，又接收了一批轰炸机。我想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南园都应该是空军的主要基地。好孩子，不着急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赶份报告，有份统计资料忘在办公室了，我就取回来。很着急吗？一定要现在去取？校长明早就要。你带孩子辛苦了，早点休息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孩子，是，明白。是。经理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加班，麻烦你帮我打瓶开水。现在？可是我……有我在，放心。是。
你在干什么？拍照片。校长让我存一份照片的档案。别撒谎。我为什么要撒谎？真是校长吩咐的。拍照片，白天不能拍，一定要晚上拍吗？这你不懂。这种微距摄影，白天拍跟晚上拍是一样的。是吗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看，就是这份防空计划的文件，给。别过来。我不过去，你自己过来看。你要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拿走，明天亲手还给校长。拿去，省得你不放心。这就是你的事迹，你的情史。渊天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准备好听了吗？我是潜伏在航校内部的特务，我的代号叫麋鹿。我的任务是破坏航校的建设。但是我李渊田到底是谁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。我既是一个革命者，我和我的同志们一道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亲手建立了这所航校。但我又是一个破坏者，我的任务是亲手毁掉这儿的一切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无数次的想把自己当成像是校长、政委、像陆队长这样真正的革命者，但我不行。从踏上那条不归路开始，我就只能是特务，我就只能是麋鹿，没法回头了。如果你愿意去自首，
也许还会有回头。作为日本军人，我绝对不会投降的，请你理解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接着做下去，接着做毁灭航校的事情？可是你刚才自己说过，这个航校是你一手和同志们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，你对他没有感情吗？李元田，没有吗？你不觉得这个航校跟我们孩子一样吗？不像我们的孩子吗？你真的要毁了他吗？我已经报告给孙处长了。把袁一田压下来。这。3天后，李元田被执行枪决，这个危害航校建设的特务组织被彻底肃清。好不好？走。沈阳又回来了啊！队长，这栋大楼归咱们了吧？那当然。沈一飞、王大烈，到，出来！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去银行领钱。领完钱运到哪儿啊？我去卫戍司令部报道，把钱送那儿去。是。去吧。你们4，我走。接手。是。立正。两座阵。弟兄，你言听。是。要动。报告，泸河店方面赶到。哦，很快就赶来了。是，首长。走，我跟你详细去说。是。来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这个接收秩序册，你们的接收任务很重。北陵、东塔、浑河这些机场都有大量的飞机，都等人去接收呢。是。不，这上面东西全是我的。对，都是你的。我的天哪！12家工厂，19个仓库，120台航空发动机，1305台各种机床，8部航空无线电台，汽油钢材。首长，我这不发大财了吗？还有几百名航空技术人员和工人，统统归你。首长，那我们的新空军这不一下就建立起来了吗？来，坐吧。所以啊，向中央要，不如向敌人要。是。首长，东北咱们解放了，什么时候向关内反攻？毛主席已经向各野战军发出了总动员，号召我们打倒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。打倒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，说的太有气魄了。这打仗没你的事儿，
你回去对你们的校党委说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一支能作战的空军队伍给我拉起来。是。有首长这么大力的支持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先不要说大话。你现在的飞机开得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现在可以直接驾着飞机上天上跟国民党空军干。好啊，有底气就好啊。啊，还有，航校人员能吃饱吗？能吃饱。报告首长，我们开展了自力更生，让警卫连开了一大片荒地，当年光玉米收了10几万斤呢。哦，蔬菜基本上是可以自给自足了。我们还开了豆腐房，养猪养羊，现在基本上1周吃1次肉，还有细粮。好啊，好啊，南泥湾的老传统啊，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丢。是。啊，好了，你马上回去接收那些宝贝吧，去晚了别人就要抢跑喽。是。那我走了。好，去吧。对。这牛逼哈！同志们，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了。啊！听我说，这上面已经标注好了，有10几个地方等着咱们去接收呢。真的？10几个地方了。队长，分配任务吧。分配啥任务？钱呢？这儿呢，成捆的东北币。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完事开眼了。行，别闹，听我说啊。咱们这回接收任务很重，啊，这样，咱们这些人呢，分成2人一组，带上介绍信，带上你那钱，啊，咱先弄一个跑马圈地，哎，我分配任务啊，沈一飞到，你去北京机场，那儿有部队守着呢。到那儿以后，你把机场上所有的飞机、器材、物资给我登记造册。是。哎，王德林到，你去东塔机场。是。那个蒋友到，你到浑河机场啊。是。小伙子到，你回咱的老家凤吉木机场。是。二位，跟我去东郊仓库啊，赶紧。哎，一人一张啊，千万别丢了啊！来。队长，你说这哪个机场离咱们都不近呢？对呀，咱咋过去啊？让这个卫戍司令部派车送咱们过去呗。坐车多累呀！我让他们扎几个大轿，抬你们几个去，行不行？那也行。我说这车都是谁的啊？哦，这车好像没人要。没人要，那就咱们要啊！哎，我也开车，看看我们飞机都会开，这汽车能不会呀？那是啊。行，太好了，那就算咱们接收的第一批物资了啊！走啊！走！真开车去啊？不违反纪律吗？违反什么纪律啊？这不是国民党的车吗？不是没主吗？没主就归咱们啊！谁抢着是谁的，赶紧开车走人！哎，哥几个，有人打到我呢！慢点！哎呀，这小黑子不错啊，归我了。嘿，这车好啊！关门！这小子行啊！哎，二位啊，这小黑子怎么也得是一国民党将军做的吧？队长，
哎呦，我这跟着您呐，是享了福了，大开了眼界了，真是。哎呦，这真不错，这个。哎，队长，要不把这车送给校长，做专车？行，又进步啊，知道关心领导了。1948年3月，四平解放。随着东北战场的节节胜利，航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，并于1949年3月由牡丹江迁至长春。了不起啊，家大业大！没想到，当年一个小小的航校，居然让咱们这帮土八路们给办出规模来了。哎，再也不用担心敌人来捣乱了，咱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搞训练了。这不仅仅是航校的问题了，上级已经做出决定，正式组建作战部队。那就是说，可以调我们到战斗部队了。不光是你陆浩天，薛建生同志，这回你也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了。我也可以去战斗部队吗？那就是说，正式组建空军了。是的，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，已经正式成立空军。校长，就在这排战机前，跟他们宣布命令。好。中央军委决定，正式建立混成旅，下设4个团。军委任命陆浩天同志，好。现在任命你为战斗集团团长。是。薛建生同志，到。现正式任命你为轰炸集团团长。是。两位同志，从即日起，负责组建战斗集团和轰炸集团，包括人员、设备、物资管理，全权履行对2个团的日常管理和作战指挥，坚决完成任务。老陆是，老薛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下命令了，以后我不再是你们的领导。航校和你们作战部队是协作关系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讨论下一步各个机队的分布、驻防、防空和作战的任务。校长，战斗集团还应该和航校在一起。学员们强化 P-51的飞行训练，还需要教员们的指导。强化训练需要多长时间？一期3个月，3个月以后进入防空作战任务。老陆，有气魄，首长们要的就是你这股劲儿。中央还有一大举措，一口气要办6个航校，并且决定从苏联聘请教官，购买飞机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用最快的速度培养出大批的飞行员。还有，咱们新疆航空队的同志，大部分都会分到各个航校去担任校领导。鲜血和生命，捍卫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尊严。闻战闻起，敢打必胜，言有无畏，有我无敌。敬礼！在蓝天，云深不知处，豪情说边关。问君可有爱？我还在蓝天，这一世万里，玉兰后河山。
1949年11月11日，人民空军宣告成立，东北航校的首批学员完成了学业，成为人民空军第1代飞行员，担负国土防空、捍卫祖国领空尊严的神圣使命，并在1950年赴朝参战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他们当中大多数后来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高级将领。泪盈盈，雾漫漫，赤长红当才练武。